建设银行被罚了4350多万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国有大行又出问题了。再往下看，这则新闻让人更紧张。10项违规，其中包括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、未按规定报送大额或者是可疑交易、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。听起来像不像是洗钱通道出了漏洞？但是紧接着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疑惑的数字：违法所得55万。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冲突。如果真的是严重问题，为什么违法所得才55万？银行赚了55万，被罚了4350万，这就是79倍。这是不是罚得太狠了？还是有些事儿没说全？咱们一层一层往下拆。第一，55万是什么？是银行的违法所得，它算的是银行在违规行为当中直接获得的收入，比如说手续费、账户管理费、结算费。它不是涉案交易的规模，不是可疑资金的总额，更不是所谓的洗钱金额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某笔交易存在着问题，它的规模是5000万，那银行呢可能只收了几万块钱的相关手续费。如果监管认定银行在身份识别或者是可疑交易报送上履职不到位，那被没收的违法所得呢，算的就是那几万块的手续费，不能是那5000万。所以啊，交易规模可能很大，但是银行赚的钱可能很小。第二，为什么可以罚79倍呢？因为金融监管不是按照利润逻辑进行处罚的，银行不是普通企业，银行是资金清算的枢纽，是信用创造的核心，是整个金融系统的通道。如果在客户身份识别、可疑交易监测、账户管理上出现漏洞，那风险就不只是停留在某一笔业务上，而可能在系统里被放大。监管的逻辑是不是按你赚多少钱罚多少，而是按照风险定价。我们再看一眼过去几年2020年8家大银行因为 EAST 系统数据报送违规被罚了大概1770万。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笔金额就罚的不少了。到了2023年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因为贷款管理、理财业务违规，合计被罚没了将近4个亿，建行单家就被罚了将近2个亿。2025年，中国银行单笔被罚了将近1个亿，农业银行被罚了2700多万，工商银行、交通银行、浦发银行合计被罚了上亿。罚款规模在明显的上升，不是哪家银行突然变坏了，而是监管的尺度在升级。过去10几年，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业务是做扩张、放贷、做规模、支持增长。现在呢，宏观环境变了，经济增速放缓了，信用扩张的空间收窄了，金融系统的优先级从增长转向了稳风险。